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全球经济快讯。今天要带你一次掌握美国、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欧盟、加拿大6大经济体的最新动向，一起来看看这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吧。今天我们先来看看全世界的经济状况。根据 Reuters 路透社2025年4月16日的报道，国际信评机构 Fitch Ratings 发布了最新预测，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可能会低于 2%， 这个是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水准了。他们指出，美中两大经济体都面临成长放缓，美国的预测被下修到 1.2%， 中国也跌破 4%， 比预期低了大约 0.5个百分点。这两个国家都是全球贸易的主力，当他们放慢脚步，整体世界经济也会跟着放缓。Fitch 表示，这样的情况让全球市场面临更多不确定性，从通膨压力到利率政策，再到贸易冲突，企业投资信心和家庭支出都受到影响。全球投资人现在只能更谨慎以对。另一边，联合国的预测也不太乐观。根据 Reuters 的另一篇报道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CTAD 也提出了警告，他们预估2025年全球经济成长率为 2.3%， 这个数字同样显示经济成长正在变慢。UNCTAD 将主因归咎于美国的新一波关税政策，尤其是对中国商品的课税措施，关税高达 145%， 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高，这直接冲击了全球贸易秩序与供应链运作。不只是中美之间的问题，许多出口导向国家也被波及，经济面临压力。UNCTAD 认为，这波贸易摩擦若继续扩大，不但全球成长会更疲弱，还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。因此，他们呼吁主要经济体应该展开谈判与合作，否则全球经济可能会进入新一轮长期停滞。我们继续来看另一个重量级消息，这次是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CTAD 的预测。根据路透社 Reuters 2025年4月16日的报道， UNCTAD 将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预估下调至 2.3%， 这比原本预测低，显示全球经济正在放缓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最近实施的新一波关税政策。UNCTAD 点名指出，这些关税正在严重干扰全球贸易，其中对中国的关税最为引人注目。美国对中国特定商品课征高达 145% 的超高关税，这个数字几乎是之前的3倍以上，冲击力极强。这种极端措施让全球供应链面临更多不确定性，不只是中美两国，许多依赖出口的国家也受到波及，这导致全球贸易活动大幅减缓，经济也跟着降温。报告指出，如果这种政策持续，成长恐怕还会更疲弱。UNCTAD 呼吁各国政府应该理性协商，降低贸易摩擦，否则不只是企业与消费者会受到伤害，整体经济都会倒退。这提醒我们，经济政策不能只是为了选举或短期效果，长远来看，稳定的国际合作才是真正的成长引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的最新情况。根据朝日新闻2025年4月16日的报道，川普总统回国执政后，马上祭出一连串高额关税，几乎针对全球多国的商品进口大举课税，像是钢铁、汽车、半导体等关键领域都受到波及。这不只引发了国际贸易的剧烈反应，在美国国内也掀起了不小的风波，其中最强烈反对的就是加州政府。加州州长卢森表示，这些关税是滥权行为，因此正式对联邦政府提出诉讼，指出这些政策违反了宪法规范，超出了总统该有的权力范围。这场州 vs 联邦的诉讼可能会对未来的关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，同时也显示，即使在美国国内，对这些贸易政策也是意见分歧，争议不断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来看看金融市场的即时反应跟巨恩。Newsweek 日本版的分析，纽约外汇市场近期明显波动，美元出现下滑走势，对各主要货币都在贬值。不仅避险资产像是日元、瑞士法郎受到青睐，连风险货币如澳币、加币也有资金涌入。市场的情绪显然是不确定性爆棚，投资人高度关注川普政府会不会重新谈判贸易协定，或者继续强硬推进单边政策。这些政策选择会决定美元接下来的走势。如果无法稳定外交与贸易关系，美元将进一步承压，资金将往避险资产流动。专家建议投资人短期内保持弹性，避免对单一货币过度押注。现在让我们看看日本方面的最新动向。根据分的报道，日本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近日已经正式访问美国，并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高层会谈。这场会谈的重点就是关税问题，双方已启动正式的日美关税交涉。预计会谈内容涵盖自动车出口、农产品贸易，甚至还包括日本承担的防卫费用比例。这些议题不只牵动双边经贸，也会对亚太整体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。日本政府希望能够避免更高关税，并努力维持与美方的合作关系，但这场谈判预计将会十分艰难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来看看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。根据 PR Times 2025年4月的报道，在关税问题为且紧张局势持续的情况下，日本今年的实质 GDP 成长率被下修了。
原本预估超过 1%， 但现在下修为仅增加 0.7%， 主因就是双边高达 24% 的相互关税还在延续。这样的关税压力让日本出口企业承受不小成本负担，尤其是汽车与电子零件产业受到重创。分析指出，如果局势没有改善，未来几季成长率可能会进一步走低。政府也正考虑是否推出补助政策来稳定出口与内需。整体而言，日本正处于外部压力与内部调整的关键期。现在让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。根据朝日新闻2025年4月17日的报道，中国最近也做出强烈反击。针对美国实施的高额关税，中国正式宣布施行报复性关税，针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，课征最高达 125% 的超高税率。这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贸易战的全面升级。北京方面表示，这是不得不的防御性回应，因为美方的政策对中国出口构成严重威胁。但这样的举动也让国际贸易局势更加紧张，很多亚洲和欧洲的出口国也开始感受到波动，全球市场的供应链再次面临重新洗牌的压力。另一方面，让我们看看中国内部的经济表现。最新公布的2025年第一季 GDP 数据出炉了，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为 5.4%， 虽然看起来还算稳定，但其实比去年同期下降不少。去年同一季的增幅超过 6%， 这显示中国经济也正在慢慢放缓。除了外部贸易压力，还有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加上青年失业率仍然偏高，消费动能也不足。中国政府可能需要进一步采取刺激措施，例如加大基础建设、减税或鼓励消费，但这些政策能否迅速见效，还有待观察。总之，中国当前面临内外交迫的经济挑战，这也是全球投资人密切关注的关键地区之一。再我们来关注欧洲的最新动向。根据 BBC、DW 多家媒体报道，面对美国祭出的高额关税政策，欧洲联盟 EU 也做出了明确反击。他们宣布对来自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 25% 的报复性关税。这个数字不只是象征性，已经正式进入贸易战的状态了。欧盟方面表示，美方的关税不公平对欧洲企业造成了严重损害，特别是汽车、航空、精密机械等出口产业，因此不得不采取对等反制措施。这一举动让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迅速升温，不只是双方的经济交流受到影响，连投资信心、企业订单也受到波动。目前双方还没有回到谈判桌的迹象，市场担心若事态继续扩大，将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。接着我们来看看韩国最近发生的大事件。韩国政坛爆出震撼性的变化。根据 KBS、BBC 这多家媒体报道，韩国总统尹扬月已被宪法法院正式罢免。这是继朴槿惠之后，韩国历史上再次出现总统罢免案。宪法法院的判决理由包含滥权与施政失当，引发民间与政界的高度关注与激烈讨论。这场政治动荡已经开始波及到韩国经济，股市出现剧烈波动，韩元短期内也受到冲击，企业投资信心受到影响，消费者则转趋保守。同时外资也观望是否会出现政策真空期。专家指出，如果后续权力交接过程不顺利，韩国可能面临更长期的政治与经济不确定性，这对区域经济稳定甚至国际市场也会产生连锁反应。未来几周是观察韩国局势走向的关键时间点。最后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的情况。由于美国实施的新一轮关税政策，全球贸易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，这也波及到了邻近的加拿大市场。根据 CBC、Global News、Reuters 最新报道，加拿大的股市出现大幅下跌，投资人情绪明显转为保守，特别是与美国贸易依赖度高的能源与制造类股受到最大冲击，跌幅超过市场平均。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一天内蒸发数十亿加元市值，同时加元对美元汇率也出现短期贬值。市场分析指出，这是对不确定政策风险的反应，投资人担心关税战扩大会拖累北美整体经济。加拿大政府目前尚未表态是否跟进反制措施，但已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稳定投资环境。不论如何，这波由美国引爆的关税效应正在北美地区全面蔓延，引发连锁反应。如果你觉得这些资讯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、留言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影片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次见。